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一类，我是 Gloria。今天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戴着口罩为大家拍这期视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听到了一个噩耗，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现在是非常有可能潜在的病原体，新冠性病毒的病原体。具体是怎么个情况，我们在视频的后半部分会详细的给大家解说，请大家放心，我们都是在做好了防护的准备下录这期视频。在我们离开这个区域之后呢，也会给这片区域进行消毒。我们这期视频是想为大家讲一些加拿大现在应对新冠性病毒的具体的情况，以及群众们对这次疫情来袭的反应。这个视频会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现状，第二个部分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的所见所闻，第三部分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在应对这次疫情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第4部分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情况。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这期的视频吧。我们会先介绍一下加拿大官方媒体所爆出来的一些经过官方认证的消息。首先，第一点，截止到今天3月13号，加拿大总感染人数为152例，其中 BC 省有53例确诊病例，阿尔伯塔省23例，萨省没有，曼尼托巴省有1例，安大略省60例，魁北克省有13例，新布伦瑞克省1例，还有1例是从其他国家撤回到加拿大的。根据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出来的消息说，疫情是在1月15号到3月9号开始爆发的。152例确诊病例里，目前有1例死亡。我们身处在温哥华，像 downtown 还有北温的养老院以及 Canada Place 等人群聚集的地方都出现了确诊病例。第3点就是我们的总理特鲁多小土豆的妻子已经在昨天3月12日官方确诊了他感染了新冠性病毒。到目前为止，小土豆一家现在都在家进行自行隔离，他也在家办公。特鲁多也在3月13号今天的上午针对他妻子被感染新冠性病毒这一事件进行了新闻发布会，来看一下他都说了些什么。第一点，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专业人员设施配备有充分的十足的信心。第二点就是请群众放心，他会听医生的话，在家进行完整的自我隔离。特鲁多也在发言中指出，到晚些时候他们会讨论有关财政拨款支持这次抗疫的事情。另外，加拿大有令人羡慕的财政能力，所以不应该有民众担心房租和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等问题。好自信地说，今天加拿大央行也再次调低了贷款利率，从前一阵子已经降低了的 1.25 又降低了50个百分点，下降到了 0.75。我们终于说完了新闻播报新闻好辛苦的呀，向播报新闻的人员致敬。Move on to the next part，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加拿大的所见所闻。需要特别声明一下，这些不是官方发布的声明，只是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听见的关于此次疫情的情况。截止到今天为止，所有的主流媒体以及广播都在宣传如下几点。一点就是你没有症状就不需要戴口罩。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接触过了确诊病例，但是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你也不需要隔离。谁给他们的勇气？他们是真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吗？人传人的感染率是很低的。天哪，我在说什么呀？但是确实是这样。包括我们平时出行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感染率也是普遍很低的。另外，最让我觉得迷惑的一点就是，这边关于健康的专家说戴口罩没有用。尤其是前天，就是3月11号的下午，我在回家的途中听广播，他们许多实验人员在探讨病毒是否真的无法被洗手液消灭。天哪，他们在说些什么？都告诉你了，它没用，你现在又在做实验，证明它没用。其实我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加拿大在走中国一步一步，从刚知道这个病毒否认、压消息，不要引起民众恐慌，确认病毒是怎么传播，这些步骤都要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的再走一遍，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戴口罩，不要再见人了。相当于我把作业给你抄，答案正确的都告诉你了，错误的帮你排除掉了，然后你就说我不，我要靠自己。尤其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居然在广播里听到隔离全面的停工停学居然是最后一项措施，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大规模的杀档，对经济冲击会太大。
他们已经提到，因为这个疫情对加拿大的旅游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据我在酒店工作的同学们说，现在酒店有50%的 cancellation， 包括这边的餐厅也是生意有些惨淡。以上是我们在主流的网站或者媒体上听到的新闻消息。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双眼所见的加拿大迷惑行为。最让我迷惑不解的第一点，在疫情集中爆发的最近1个礼拜，加拿大最先买没的不是食品，也不是消毒的东西，而是手指。我真的不是很懂，昨天去超市买手指真的是因为我家里没有了，就剩下最后1包了。然后先是找了一个超市就卖没了，就空了。完了再去另一个超市，好不容易买了2包之后，然后大家都说哦你也在抢手指，我就还跟人家解释，我说我家是真的没有了。尤其是外国人的超市，其他的货物栏全都是满当当的，正常的供货情况，对吧？只有手指这一栏是全空的。包括那个面巾纸什么，现在也都被抢没。就是我们随便找一个时间点望向外面，就总会有一个拎着手指的人，从超市走出来。对，我们至今还是不是太能理解，为什么要抢手指这项东西。如果你们知道了一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就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如果是真的很需要手指的话，我们也是会应景的去抢的。还有一个就想说一下抢口罩的事情。这个口罩是我们在1月份国内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知道加拿大有很多人从国内飞回来嘛，我们就想去买口罩，结果发现就买不到，所有的超市、所有的 pharmacy 都空了。但是更迷惑的行为就是口罩你买不到了吧，但是大街上没有人戴口罩呀，所以口罩都去哪儿了呀？迷惑行为 top 2，口罩都去哪儿了？另外让我们感觉到心惊肉跳的是，我这边有一些外国的朋友跟我说起来，包括 CBC， 他们看到你戴口罩也会说啊，戴口罩没有什么用，也可以理解吧，因为他们说的方式说的话都是跟加拿大这边主流媒体说的一模一样。你要是不咳嗽没有症状，你根本不需要戴口罩。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网上传说的是遭到白人的歧视啊这种情况，总会有那么一些人看到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他人戴着口罩会露出异样的神情，希望就是他们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戴口罩这件事情。对，这种情况有多么严重呢？是我昨天去了一趟比较大的一个 mall 里面去办事情，我看到的所有的白人、印度或者是其他国家吧，真的没有人戴口罩。唯一我看到零星有几个戴口罩的都是中国人。我们去到超市，你去看到卖熟食的区域，或者我们去到餐厅做饭的师傅，都是并没有戴口罩的意识，就真的很吓人。另外就是我通过我的朋友还有朋友的朋友听说的他们的公司的一些状况，我们估算了一下，大概目前只有3%到5%的公司在准备在家工作形式，剩下的公司都还坚强的相信自己，充满勇气的坚持着。还是那个只要我不想我就不会得这个病啊。对，今天看到一则新闻，上面说医学专家目前在呼吁社会追踪已经确诊病例曾经去过的地方他们的行踪。截止到现在，对之前152例确诊的病例是没有一个我们所谓的调查一下这些确诊的病人之前都到过哪些人群聚集性的情况，然后比如发出一个公告来提醒当时去过同样地点的人们这2天注意观察一下，以保证不会有更多的人受到感染。我要再提一下，为什么目前他们没有人做这件追踪事情呢？是因为很多的专家以及媒体都在说，对于这种很广泛性的接触，这种时候你的传染率是很低的，你不用担心，所以出现在了同一个地方，也不用进行自我隔离，你就密切观察自己没有发烧、感冒、嗝鼻涕、咳嗽，这样你就是 OK 的。哇，我就像个邪教。接下来就是我们听到的小道消息了，小道消息。大家谨慎的听。第一点就是加拿大官方报出来感染人数也有可能是不准确的，因为呢我们在 SFU 上学的同学说 SFU 现在有1个学生确诊了，但是官方也没有报出来。第二点就是在 Lululemon 上班的人告诉我们说 Lululemon 也有同事被感染，已经被隔离了，而且他们整个这个店的人都要求在家隔离了，但是这件事情也没有被放出来。所以我们不是说他故意隐瞒，只是说数据可能不够及时。对，因为毕竟很多感染人他可能没有这个意识。
还在相信自己只是普通的发烧感冒呢，就觉得自己不会感染这个新冠性病毒。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人还天天的出去招摇过市。DC 省今天开始是学生们放春假的时间段，就在刚刚我们俩回家的旅途中，广播里居然在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这一个周末将是美好的晴天，你们一定要出去玩哟 ，must do。”原话是 must go out and play, please do。自求多福吧，同志们。包括昨天的广播里，我也听到开始春假了嘛，许多爸爸妈妈因为这次疫情在观望要不要取消他们的旅游计划，但是其实有大部分的家庭都并没有取消，可能还是觉得事情不够严重，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所以目前加拿大人都是在照常的，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该怎么出去聚会怎么聚会。只能说他们的防范意识目前为1%都不到。而且更逗的是，昨天有一个广播还笑嘻嘻的在说，因为他们总理的夫人，还有因为 NBA 的球星被感染了，包括汤姆汉克斯，所以群众们才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因为他们都被感染了。所以活人是被感染的，我们所认识的人也是有被感染的可能的。可怕的是，播报这个新闻的播报员也是笑嘻嘻的在说，把这个当成笑话一样。对，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前1-2个月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度远远超过了加拿大政府目前所持有的态度。听到这一些真的是迷惑行为，就挺着急挺生气的。就是我已经考过这个试了，同样的卷子，但我要想告诉你答案，一定要自己再把错的走一遍。我们也有跟我们的上司的朋友，也有跟他们的上司提了，比如说在办公室的时候至少要勤消毒、戴口罩这件事情，但是基本上都没有得到重视。华人的老板的有些地方也没有得到重视。大部分人可能还是觉得因为没有流行起来，所以没到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不需要防护起来。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再防护就晚了呢？真的是武汉血淋淋的例子摆在眼前。3点，我截止到3月13日的现在，加拿大政府都实行了哪些措施，想来控制或者说抑制这个疫情的发展？第一点就是加拿大政府禁止超过500人的邮轮停靠加拿大的港口。然后就是今天新发布的，要限制入境的航班，不是说不允许，只是要严格的筛选去管控。另外也要求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人自行隔离，但是他们用的措辞是 ask them， 就等于老师要求你，我走了以后你们不要互相说话，因为加拿大可能也是人手确实不够，他们没有能力去一步一步的督促你，所以只能相信人们的自觉。另外呢，政府还开设了紧急热线811，这个热线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冠性病毒，就及时打这个热线电话。但是这个热线电话目前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打电话的数量每天都在成倍的增长，但是接线员人手不够。从广播里采访的工作的接线员，他说到，请打电话的民众耐心等待，不是我们不想接听您的电话，只是我们人手实在不够，所以听到我们在电话里说 please hold， 不要生气，不要着急 ，hold 就可以了。但是你反过来想，你怀疑自己感染的这种情况，你能不着急吗？政府也建议了所有的加拿大人民尽量取消你出境旅游的计划，乖乖的待在家里面。今天广播那不是还说 must do 出去 play 吗？可能是你别出国，但是你在境内你随便耍。可是我愚昧，但是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毕竟他们是人类迷惑行为。对，我们可能不是人类。以上呢就是加拿大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但是因为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各省也都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措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魁北克省他们在今日已经发布了紧急的停课令，所有的大中小学，包括 daycare 日托所，全面都从3月13日起停课2周。像魁北克，包括我们的 BC 省，现在都已经取消250人以上的群众集会。所以250人以下的就自生自灭呗。已经开始放春假了嘛？BC 省政府今天宣布，大家放心，我们目前不会延长春假的放假时长。
让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条消息。广播里说到，前有一个学校发现了确诊病例嘛，他们的措施就是shut down这个学校2-3天，进行全面的消毒，然后所有的学生就可以回来上课。就是以我们的观点来看，之前跟这个学生有接触的所有的学生，其实都应该在家自我隔离。不是说这个人已经送去隔离了，你们就没有风险了。还看到一条消息，主持人在采访加拿大疾病防控中心的职员，他的问题是：您觉得目前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有大面积的社区性的隔离？那个医护人员的回答是：我觉得目前没有这个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虽然现在这个疫情已经被定义为了全球性的流行病，但是疾病管控就是应该有针对性的去管控可能感染的病例，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大规模的杀到所有的设施。我听的广播都是88.1兆赫广播电台说的。所以总的来说，加拿大整体的情况就是一，防护意识不够；二，根本没有意识到，哪怕你没有症状，你也可能会是病毒的携带者。对。以上都是我们作为生活在温哥华的2个北京女子感受到的情况。其实我们都觉得情况不容乐观。情况不妙。好了，最后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2个今天戴着口罩来给大家录这期视频。因为今天我们早晨的时候听到了一个噩耗，就是在上周6的时候，温哥华 Canada Place 举办了一场 Dental Conference 关于牙医的一个会议吧。会议当中有一个人在今天被确诊新冠性病毒患者。然后呢，在同一天，我们有一个朋友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又在同一天，我们跟这个朋友吃了饭，相处了1个下午，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一天都有一点慌慌。Gloria 觉得加拿大的政府其实有一些不作为，他只是在被动的等着，等情况发生了之后，他们再想去控制，而不是在主动的去想怎么防止、预防这件事情。Gloria 为什么会有些生气呢？因为 Gloria 的父母在国内都是大夫。尤其是我的妈妈还是在抗感染病房里，当年非典的时候，我妈妈那一整个科室就都是冲上前线的那一批人。然后这一次又是大半个科室去武汉，这次武汉的疫情我们也看了好多部人员压力过大崩溃的一些视频，我们也是非常的心疼。加拿大政府对这次疫情的防护，还有对民众关于疫情知识的普及也是不够的，而且很多都是错误的消息。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是觉得，如果加拿大这边爆发的话，医疗人手加上医疗设备根本负荷不了，根本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也没有中国的那种行动力，比如说10天就建出了一个小汤山，这边是10年吧。所以我们很生气，政府没有提前的做好预防措施。到下周6的时候，刚好是14天的潜伏期，我们2个就在家自我隔离吧。另外还想感谢一下国内热情的亲朋好友们，他们在听到我们今天的情况之后，都很激情澎湃的想给我们寄一些口罩和物资什么的。今天早晨 Gloria 还说，这是她感觉离病毒最近的一次。今天早晨我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头晕目眩。我们俩竟然没好意思跟对方说，后来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们俩听了这个事儿之后，1个小时内都有点腿软，因为不想给对方制造恐慌的情绪，所以我们都没有说在今天知道这个消息之前都没有这些症状。所以其实很大原因是我们的心理因素，所以我们理智的把这种情绪在努力的往下压制。最后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分享的视频有加拿大官方媒体播报的，也有一些是我们的所见所闻。对于我们所见所闻的地方，希望大家也是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因为我们也只是很客观的把我们听到看到的分享给你们。希望大家也不要信一些谣言，传播恐惧，要理智的去分析。大家放心，我们下周会自己好好隔离的，补充维生素，提高免疫力，早睡早起，多吃蔬菜。所以希望大家也为我们祈祷吧，加油。因为是紧急拍摄的一个视频，那我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能有一些收获吧，尽量的防护起来，也保护起来。好了，这期视频就这样吧，我们下期再见。千万不要忘记去点关注。我姓钟南山，打 call。